感情里总是慢半拍，觉醒比身边人晚好几年的人，其实早就赢在了起跑点。你没听错，那些年你以为的落后、摔过的跤、熬过的孤独，全都是日后你活得通透的底气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滑开 IG， 同志有的稳定交往好几年，已经在讨论结婚日期，有的换了2-3份工作，年薪稳步上升，甚至当上了小主管。就连当初跟你一样迷茫的朋友，都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在 Threads 上分享着充实的日常。反观你自己，明明也很认真在生活，却总是慢半拍。一段关系要走很久，才看得出来适不适合；一份工作要熬好一阵子，才敢承认自己其实不喜欢。身边的人都说你太犹豫、太挑剔、想太多，就连你自己有时候都会怀疑，是不是真的是我太笨、太难搞，才总是追不上大家的脚步。尤其是在台湾这样的环境里，这种焦虑会被放大好几倍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。20岁要读好大学，25岁要找稳定工作，30岁要结婚生子，好像偏离了这条时间线就是失败。每年过年围炉更不用说，亲戚们坐成一圈，轮流问你工作怎么样，有没有对象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你只能陪着笑打哈哈，心里却慌得很，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落后了好多。你不是不努力，也不是故意要拖，你只是没办法说服自己，随便凑合一份工作，将就一段关系，就这样过一辈子。而这种没办法将就，其实就是你觉醒慢的根本原因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用荣格的自信化理论，从深层心理拆解清楚，为什么在感情里觉醒最晚的人，后半生反而能活得最通透。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你总是比别人慢半拍，为什么你总是觉得和身边的人格格不入，为什么你明明没做错什么，却总是感觉孤独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发现那些年你以为浪费掉的时间，熬过的挣扎，被人误解的瞬间，从来都不是白费的。他们正在默默塑造一个更稳定、更通透、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不会再急着追赶别人的脚步，也不会再因为自己觉醒得晚而自我怀疑。你会清楚地知道，你从来不是落后，你只是走了一条真正适合你的路。如果这也是你正在经历的状态，那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从小到大是不是常被长辈说这孩子想太多？读国高中的时候，同学都按部就班读书考试，冲着升学目标往前冲，你却总是在课堂上发呆，想着读这些到底有什么用？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那时候老师说你不务正业，爸妈说你胡思乱想，可是只有你知道那些问题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，不是随便就能糊弄过去的。出社会了，大家都忙着冲业绩、攒资历，想办法往上爬，你却反复问自己，这份工作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我一辈子都要做这种事吗？谈恋爱了，别人很快就能进入状况，几个月就稳定交往，你却总是在犹豫，这样真的对吗？我真的适合这个人吗？现在这样的状态是我想要的吗？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解读成犹豫不决、缺乏行动力，甚至是软弱。但荣格的自信化理论告诉我们，根本不是这样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2套生存系统，一套是外在的，也就是社会要求我们成为的样子，荣格把它叫做人格面具；另一套是内在的，是你天生的样子，也就是真正的自信。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会很快的吸收外界的价值观，戴上符合期待的人格面具，顺利的融入社会。比如爸妈说稳定最重要，那就考公职，进大公司，同时都在谈恋爱，那就也找个人交往。大家都说30岁要成家，那就赶紧结婚生子。他们不会觉得别扭，也不会有太强烈的内在冲突，因为他们的自我是建立在外在的标准之上的，跟着规则走就对了，不用想太多，也不会痛苦。可是有一类人不一样，
他们的潜意识太活跃，内在的声音太强烈，强烈到没有办法随随便便就认同外界的标准，没有办法戴上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面具，去过一种不是自己的人生。就像你去面试，明明标准答案就摆在那里，什么我对这份工作很有热忱，我善于团队合作，你都会说，也都知道怎么说才能让面试官满意，可是话到嘴边你就觉得别扭，觉得这不是真的，你说出来都违心。就像你谈一段关系，明明对方条件很好，长相不错，工作稳定，个性也温和，身边的人都说你赚到了，叫你要把握，可是你心里就是有个疙瘩，觉得哪里不对，没办法说服自己就这样将就下去。不是你故意要唱反调，也不是你不知足，是你内在那个真实的自己在拒绝虚假的对齐。他宁可你慢一点，宁可你多受点挫折，也不愿意你随随便便就变成一个陌生的人。我常觉得在台湾这样的环境里，这类人其实活得特别辛苦。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教你要听话，要合群，不要有意见，成绩好，不捣乱的就是好孩子。家庭文化里，爸妈总是把我都是为你好挂在嘴边，帮你安排好一切。小时候选学校，长大选工作，就连对象都要帮你过滤，出了社会更不用说。职场讲究的是团队和谐，配合度高，太有想法的人反而容易被当成异类，被说成难带不合群。整个社会都在鼓励大家快速适应，快速对齐，最好毕业就有好工作，工作几年就结婚生子，按部就班，不出差错。你只要偏离一点点，身边就会有无数声音跳出来纠正你。可是对内在世界强烈的人来说，这种快速对齐其实是一种自我背叛。你如果太早逼自己戴上合适的面具，逼自己符合所有人的期待，看起来是顺利了，人生好像走了捷径。可是那个被压下去的真实自我，迟早会跳出来反抗。很多人到了中年，明明什么都有了，工作稳定，家庭美满，孩子也大了，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人生胜利组，却突然觉得空虚，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，甚至出现严重的心理崩溃。本质上就是这个原因。年轻的时候，为了适应社会，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了。到了一定年纪，藏不住了，也压不住了。而那些觉醒晚的人，其实从一开始就躲开了这个坑。他们的犹豫，他们的迟缓，他们看起来的落后，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。他们不愿意随随便便就建立一个借来的身份，不愿意用别人的标准来定义自己的人生，宁可慢一点，宁可多撞几次墙，宁可被人说不成熟，也要等那个真实的自己慢慢长出来。讲到这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点共鸣？是不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你都在责怪自己，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，潇洒一点，果断一点，赶紧跟上大家的脚步？其实真的不用，你只是比别人更诚实而已。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在，诚实的不肯将就，诚实地要活成自己，而不是别人期待的样子。这种诚实，在这个人人都在演的时代，其实比什么都珍贵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一点，可能会颠覆你过去的认知。你以为自己20多岁的时候什么都没做成，一直在原地踏步，是在浪费时间？错了，那段看起来毫无进展，充满挣扎和迷茫的日子，其实是你的心理结构正在默默孵化的时期。什么意思？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在忙着累积外在的东西，比如换更好的工作，赚更多的钱，谈更多段恋爱，去更多地方旅行，把履历填得满满的，把社群动态经营得丰富多彩。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成就，也是社会认可的成就。大家都会说这个人很上进，很会规划人生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20多岁的时候，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看不见的地方。你在反复追问，我到底是谁？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哪些信念是爸妈灌输给我的？哪些是社会告诉我的？哪些才是我自己真正相信的？
你可能换过好几份工作，不是因为你耐不住性子，也不是你爱跳槽，是你每换一次就更清楚一点自己不喜欢什么。你可能谈过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，不是因为你不会经营，也不是你运气不好，是你每经历一次就更明白一点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关系。你甚至可能有过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做，就只是发呆思考，觉得迷茫，看起来整个人都很消极。在外人看来，你这几年毫无建树，甚至是在走下坡路。同学聚会，别人都在聊升职聊买房，你插不上话，只能默默听着，心里觉得很丢脸。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这几年你经历了多少内在的拉扯，推翻了多少从前的认知，又重新建立了多少属于自己的底线。这就是孵化期，就像鸡蛋孵化小鸡，外面看起来一动不动，什么变化都没有，里面其实一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，一直在长出骨骼，长出羽毛，长出完整的生命。你的自我也是一样，那些看不见的思考、挣扎、质疑，其实都是在为你的自我搭建坚固的骨架。这个过程从外面看不出来，却决定了你这辈子能不能站得稳。根据台湾相关的青年心理调查，有超过 60% 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处于1/4人生危机，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哪里。可是大家都不敢说，都假装自己很有方向，很努力的在往前跑。因为你只要停下来，就会被说懒惰、不上进、没有规划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的压力真的太大了，高房价、低薪、长工时，整个大环境都在告诉你，先求有再求好，先稳定下来再说，不要想东想西，想太多没有用。很多人为了生存，为了符合爸妈的期待，为了不输给同期，就随随便便选了一条路，先走上再说，反正大家都这样，跟着走总不会错。可是路走得越远，就越发现这不是自己想去的地方。回头吧，成本太高，年纪也摆在那里，继续走又觉得痛苦，每天都像在熬日子，就这样卡在中间，进退两难。而那些熬过孵化期的人反而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，已经把该踩的坑、该质疑的东西、该想清楚的问题都经历过一遍了。他们早早的付出了迷茫的代价，早早的筛掉了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等到30多岁，多数人开始迷茫，开始崩溃的时候，他们反而越来越清晰，越走越稳。我之前在 Dcard 上看过一篇很红的贴文，一个网友说，他28岁的时候，身边的朋友要么升职当主管，要么结婚买房，只有他刚刚辞掉做了3年的科技厂工作，在家待业，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么。那时候他爸妈天天骂他，说他没出息，好好的铁饭碗不要，非要乱折腾。同学聚会他都不敢去，觉得自己很失败，跟大家格格不入。结果现在他35岁，转行做了设计，开了一间自己的小工作室。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收入也不稳定，但每天都很充实，做起事来特别有劲。反观当初那些春风得意的同学，有的在公司熬得身心俱疲，身体出了一堆问题，有的婚姻一地鸡毛，每天都在考虑离婚，还有的辞了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陷入了更深的迷茫。他们反而常常私讯他，问他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通透，这么清楚自己要什么。你看，这就是时间的公平性，有些代价你早付晚付，总归是要付的。早早对齐社会标准的人，看起来前期走得快，走得顺，可是后期要面对自我觉醒的痛苦，要面对空心成就的空虚。而你这种觉醒慢的人，前期走得慢一点，摔得跤多一点，看起来狼狈一点，可是后期的路会越走越顺，越走越踏实。永远记得，人生不是100米冲刺，是马拉松。前面跑太快的人不一定能跑到终点，前面慢慢走，慢慢调整呼吸的人反而更有耐力，走得更远。你现在以为的停滞，其实是在蓄力。你现在所有的迷茫和挣扎，都是在为日后的通透
铺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很多大家都在争的东西，你从一开始就觉得没意思。比如职场上，大家都在抢着表现，巴结长官，争取升迁，你却一眼就看穿，所谓的升迁不过是拿更多的时间和健康，换多一点点薪水，还有更多的责任和压力。就算升到了主管，也还是要看上面的脸色，还是要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比如感情里，大家都在晒恩爱，说什么稳定交往，步入婚姻，你却很清楚，很多伴侣不过是互相将就，没遇到更好的选择之前，先找个人作伴而已。表面上看起来甜蜜，私底下其实各玩各的，或者早就没了感情，只是习惯了彼此。比如社群媒体上，大家都在分享自己的精致生活、旅行、美食、光鲜亮丽的工作，你却很明白，这些画面都是挑过的。每个人都在经营人设，关起门来，谁家都有一地鸡毛。因为太早看穿了这些，所以你很难全心投入进去。职场聚餐，大家都在说场面话，互相吹捧，陪长官讲笑话。你坐在旁边，只觉得空洞，不想附和也笑不出来。朋友约你参加联谊，大家都在努力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。失之配对，你却觉得别扭，没办法假装热情。就连刷社群，你都觉得没意思。看来看去都是差不多的人设，差不多的生活，越刷越空虚。身边的人会说你太消极，太负面，缺乏野心，甚至说你太清高，难相处，不合群。久而久之，你自己都会怀疑，是不是我真的太奇怪了？为什么别人都能乐在其中，只有我不行？其实不是你奇怪，是你醒得太早了。准确来说，是你对于真实的要求太高了。荣格说，自信化的过程，就是一个人不断剥离外来的东西，回归真实自我的过程。而这个过程的第一步，就是看穿幻象，看穿社会告诉你的成功标准，其实只是大多数人默认的游戏规则，不是唯一的答案。看穿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礼仪，很多都是逢场作戏，不是真心看穿那些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，比如名利、地位、别人的羡慕，其实根本填补不了内心的空虚。这是一种意识的觉醒。可是这种觉醒一点都不轻松，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看穿了一切，你就没办法再假装自己不知道，没办法再心安理得地参与这场游戏。就像你看一场魔术表演，别人都看得津津有味，惊呼连连，只有你知道背后的机关在哪里，你就再也觉得不好看了，甚至会觉得无聊。在台湾这样的社会，这种感觉会特别孤独。我们的文化讲究和谐，讲究大家都一样就好。太清醒、太有自己想法的人，反而容易被当成异类。职场上太认真，你会被说不合群；感情里太清醒，你会被说太现实、太难搞；朋友之间太有原则，你会被说见外不够义气。大家都习惯了活在幻象里，互相配合，维持表面的和平。只有你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肯配合演出，所以你会退缩，会变得安静，会和大家保持距离。不是因为你社交恐惧，也不是因为你讨厌别人，是因为你的灵魂拒绝和不真实的东西合作。宁可孤独一点，也不要凑在一群人里面，说着违心的话，做着违心的事，消耗自己。就像现在很多人玩交友软体，大家都在上面包装自己，讲着差不多的开场白，约着差不多的会。你也试过，跟着身边的朋友一起玩，可是聊没几句就觉得无聊，见过一两次面就觉得累，因为你要的不是这种速食式的连结，不是见几次面就确定关系的暧昧，你要的是真正的理解，是灵魂的共鸣。可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太难找了，所以你干脆不玩了，宁可单照，也不想浪费时间，也不想耽误别人。身边的人可能会说你挑，说你眼光高，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只是不想随便而已。我知道这种感觉很难受，就像你站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面，外面的人热热闹闹，你都看得见，可是你走不进去，也不想走进去，
有时候你甚至会羡慕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，觉得他们傻傻的，反而更快乐，糊里糊涂过一辈子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好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清醒从来不是缺点，你现在觉得这是负担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是你最宝贵的礼物。因为当多数人都在幻象里打转，为了别人的标准消耗自己的时候，你早就跳脱出来了。你不会为了不值得的东西浪费时间，不会为了不真实的关系委屈自己，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过自己的人生。你或许参与的游戏比别人少，可是你每投入一件事都是真心的。你或许身边的朋友比别人少，可是每一个留在你身边的都是真的。这样的人生或许看起来不够热闹，可是足够扎实，足够通透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是不是也常被人说有距离感？是不是也常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格格不入？如果有的话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让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。其实之前就有很多观众留言跟我说，身边的人都觉得自己很难亲近，很有距离感，甚至有人说自己看起来很凶，不好相处。其实根本不是你难相处，是你没办法假装热情，没办法对谁都掏心掏肺，你的温柔只留给真正懂你的人而已。之前我有一支影片聊过，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，最明显的不是失联，而是那些说不出来的细节。其实为什么你总能发现这些细节？不是你敏感，是你本身就是对真实度要求很高的人，你一眼就能看穿对方的敷衍，所以你没办法骗自己。还有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有些人聊得来，却让你觉得自己其实不重要？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因为你要的是深度的连结，而对方只想要浅层的陪伴，你们从一开始要的就不一样。这些本质上都是你内在的自信，在帮你筛选，帮你远离不真实的人与事。只不过这个过程会有一点孤独而已。说到孤独，就不得不深入聊一聊。几乎所有觉醒慢、内在世界丰富的人都会经历一段很长的孤独期。这段时期大概会在20多岁的尾巴到30多岁的头几年达到高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年纪，身边的人都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。朋友要么有了稳定的伴侣，要么忙于工作和家庭，联络越来越少。曾经一起玩的圈子，也因为大家选择的路不一样，慢慢就走散了。而你还在寻找自己的路上，还没办法随随便便就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，也没办法勉强自己融入不适合的圈子。于是孤独就变成了常态。在台湾，承认自己孤独其实是一件很丢脸的事。我们的文化里总是把有人陪、朋友多、家庭美满当成成功的标志。要是你到了一定年纪还单身，还总是一个人，别人就会觉得你可怜，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很多人为了不孤独，为了不被别人说闲话，就选择了将就，不适合的关系也将就助谈，不喜欢的圈子也勉强自己挤进去，没话聊的朋友也应付着来往，以为这样就不孤独了。结果呢，反而更孤独了。因为那种浅层的连结不仅填补不了你内心的空虚，反而会让你觉得更累。你要花力气扮演别人喜欢的样子，要花精力应付无意义的社交，到头来身边人越多，你越觉得空。对内在复杂的人来说，浅层的连结有时候比没有连结更痛苦，因为你内心深处想要的是真正的理解，是灵魂的共鸣，是不用伪装的相处，而不是一群人凑在一起聊着没营养的话题，维持着表面的热络。所以与其在凑热闹里消耗自己，你宁可选择孤独。这不是被动的剩下，是主动的选择。而这段孤独期其实就是自信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。荣格说，自信化最终要实现的是自我的完整与统一，而要达到这个状态，你必须先学会和自己相处，必须先摆脱对外界认可的依赖。孤独就是给你时间，让你学会这件事。
在这段孤独的日子里，你不用扮演任何人，不用迎合任何人的期待，你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。你会慢慢习惯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面对生活的难题。你可能有过这种体验，周末朋友约你出去聚会，你明明没事，却不想去。不是不喜欢朋友，是你知道去了也是聊一些没营养的话题，要应付各种场面，回来只会觉得更累。与其那样，还不如自己在家看本书，看部电影，煮顿好吃的。虽然安静，可是很放松，很自在。渐渐的你会发现，原来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原来自我价值不需要靠别人的陪伴来证明，不需要靠别人的认可来实现。之前我有一支影片聊过，独处久了的人为什么反而更让人心动，其实背后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当一个人熬过了孤独，不再需要靠别人来填补自己的空虚，他的自我就会变得非常完整，非常稳定。他不会在感情里患得患失，不会因为被冷落就难受，也不会为了留住一个人就委曲求全，因为他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圆满的个体了。我知道熬这段孤独期很难，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尤其是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时候，尤其是生病没人照顾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怀疑，会难过，会想干脆也找个人凑合算了。可是请你一定要撑下去，不要为了摆脱孤独就随便抓住一个人，不要为了有归属感就放弃自己的原则。你要相信，那些你独自走过的路，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，那些你独自面对的难关，都会变成你骨头里的力气，让你变得越来越坚定，越来越通透。等你熬过了这段孤独期，你就会发现，虽然身边的人变少了，可是留下来的都是真正懂你的人。虽然生活还是有难题，可是你再也不会慌张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有能力面对一切。孤独从来不是你的诅咒，是你成长的催化剂。那些杀不死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强大。这句话听起来很老套，可是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。之前还有观众问我，为什么自己一被冷落就会特别难受？其实就是因为你还在这段孤独的修炼期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自我的价值感，所以还是会因为别人的态度影响自己的情绪。这很正常，不用自责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等你真的熬过去了，就不会再因为别人的冷落而难受了。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价值从来不是别人决定的。接下来就是最让人期待的部分了。当你熬过了前面的挣扎、迷茫、孤独，大概到了30多岁中期，你会迎来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。什么转变？就是你突然就不焦虑了。从前那种总是在追赶，总是在比较，总是怕自己落后的焦虑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慢慢消失了。你不再会因为同事升职加薪就觉得自己很失败，不再会因为身边的人都结婚了就急着随便找个人，不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质疑就动摇自己的选择。你开始变得很清晰，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要什么，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工作适合自己，什么样的人值得珍惜。从前那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冲动也不见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你总是想向别人证明，我可以，我很棒，我过得很好。所以你会刻意在社群发一些光鲜亮丽的动态，会在聚会上说一些体面的话，会勉强自己做一些不喜欢的事，只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可是现在，你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了。你做一件事，不是因为做给别人看，是因为你自己想做。你选择一条路，不是因为别人说对，是因为你自己确定这是你要走的路。这就是自信化带来的礼物，自我的连贯性与稳定性。什么叫自我的连贯性？就是你的想法、你的言语、你的行为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从同一个自我出发的。你不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，不用说违心的话，不用做违心的事。你说出来的话是你真心相信的，你做出来的决定
是你真心认可的，这种状态，很多人以为是自信，其实不是。自信有时候是装出来的，是为了给别人看的，可是这种连贯性是从里到外的统一，是骗不了人的。为什么觉醒晚的人后半生会活得更通透？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是自己一点一点长出来的，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，不是社会贴上去的。就像一栋房子草草盖起来的，看起来再漂亮，风一吹就摇，一砖一瓦慢慢垒起来的，虽然盖得慢，可是地基扎实，风雨都吹不动。你的自我就是这栋房子。那些早早对齐社会标准的人，自我是用外界的标准拼起来的，看起来完整，其实一点都不稳固。一遇到变动，比如失业，比如婚姻出问题，比如人生出现转折，他们就很容易崩溃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除了那个社会身份，自己到底是谁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的自我是你花了10几20年，一点一点摸索，一点一点质疑，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，它完全属于你，完全支撑得起你的人生。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你都不会轻易慌张。你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。就算环境变了，就算身边的人走了，你还是你，你的根不会动。在台湾现在这个大环境里，这种稳定性真的太重要了。你看，这几年 AI 发展这么快，很多工作都在被取代，景气波动大，今天还好好的工作，明天可能就没了。房价高得离谱，多数人一辈子都买不起房，整个世界都在快速变化。所谓的稳定工作、稳定生活，早就变成了奢侈品。那些早早把自己绑在稳定轨道上的人，一旦轨道变了，就会变得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除了这条路，自己还能走什么路。可是那些花时间建立了稳定自我的人，反而更能适应变化，因为他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于某一份工作、某一段关系、某一个社会身份，而是来自于自己。他们知道，不管环境怎么变，自己都有能力重新选择，重新出发。这就是通透，不是什么都懂，是什么都不慌，不是拥有一切，是清楚自己要什么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你就会发现，人生最棒的事从来不是赶在别人前头，达成多少外在的成就，而是你终于活成了自己。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发自内心，你的每一段关系都真诚踏实，你的每一天都真正属于你自己。这种感觉真的很好，好过所有别人的羡慕，好过所有世俗的成就。我身边就有很真实的例子，一个朋友大学毕业就进了竹科的科技公司，年薪很高，28岁就结婚买房，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标准的人生胜利组。可是去年他40岁突然辞职了，说自己做了10几年的工作，一点都不喜欢，每天上班都像在受刑，现在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每天都很焦虑，甚至有点忧郁。另一个朋友刚好相反，30岁之前换了7、8份工作，谈过好几段失败的感情，大家都说他不稳定，眼高手低。可是现在他42岁，开了一间自己的小咖啡厅，同时做着自由接案的工作，收入虽然不算高，但是时间很自由，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，家庭也很和美，跟另一半有说不完的话，整个人状态特别好，从容又通透。每次见到他，都会觉得这个人是真的在过自己的人生。你看，人生的输赢从来都不是看前半段，前半段走得顺的，不代表一辈子都顺，前半段走得慢的，也不代表一辈子都落后。真正重要的是你最后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讲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，那我现在还在熬的阶段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给大家几个很实在的建议，都是我观察很多走过来的人总结出来的经验。第一个建议，停止拿自己的时区和别人比较，人生根本就没有标准时间表，不是25岁就要有稳定工作，不是30岁就要结婚生子，不是35岁就要事业有成，
这些都是社会编出来的规则，不是真理。有的人22岁就毕业，可是花了10年才找到自己喜欢的事；有的人30岁才第一次认真谈恋爱，可是一谈就是一辈子；有的人40岁才开始创业，反而创造出了自己的巅峰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，没有谁快，也没有谁慢。你不用因为别人都交卷了就随便填答案。你的人生，答案要你自己写，节奏要你自己定。第二个建议，不要把孵化期当成浪费时间，不要觉得自己现在什么都没做成，就是在浪费生命。你现在所有的思考，所有的挣扎，所有的尝试，哪怕最后失败了，都是有意义的。他们在帮你认识自己，在帮你搭建你的心理结构，在帮你为日后的人生打地基。允许自己慢一点，允许自己迷茫，允许自己走弯路。没有谁的人生是一条直线，弯路走多了，你才更清楚直路在哪里。第三个建议，不要为了摆脱孤独就随便凑合。孤独虽然难受，可是凑合的关系比孤独更磨人。与其和一个不懂你的人绑在一起，互相消耗，不如先好好和自己相处。你要相信，当你自己变得完整，变得稳定的时候，同频的人自然会被你吸引过来。在此之前，请你耐住性子，好好经营自己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这句话虽然很老套，却是真的。第四个建议，学会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。很多人活了一辈子，都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他们总是在听爸妈的话，听朋友的意见，听社会的标准，唯独忘了问问自己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从现在开始，试着慢下来，多问问自己，做这件事我开心吗？和这个人在一起我舒服吗？走这条路我愿意吗？不要忽略内心那个小小的声音，它会告诉你最正确的答案。怎么倾听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试着每天花10几分钟，把手机关掉，安静地坐着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就看看自己脑子里会冒出什么念头，或者养成写日记的习惯，把每天的想法、感受都写下来。写着写着，你就会慢慢看清自己的内心。最后一个建议，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。不要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就觉得自己有问题。你只是比较早醒来，只是比较诚实，只是比较坚持做自己而已。这不是缺点，这是你的特质，也是你日后活得通透的资本。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，接受自己的节奏，接受自己的慢，然后坚定地走下去就好。时间会告诉你，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。其实讲到这里，我还想多说2句。为什么我今天要特别聊这个主题？因为我看过太多人，因为自己觉醒的晚，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就不停自我怀疑，不停自我攻击，觉得自己很失败，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好了。可是真的不是这样。每个人的人生节奏本来就不一样，有人早熟，就有人晚熟，有人适合按部就班，就有人适合慢慢摸索。没有哪一种更好，也没有哪一种绝对正确。你不用逼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，也不用逼自己跟上别人的脚步，你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够了。之前我有一支影片聊过，为什么停止追逐爱情的人反而更容易遇到健康的关系，其实背后也是一样的逻辑。当你不再急着跟上别人的节奏，不再急着抓一个人来填补自己的空虚，而是专注于成长自己，你的状态反而会变得更好，也更容易吸引到真正适合你的人。还有一支影片聊过，为什么人越觉醒越难坠入爱河。很多人看完都说很戳，其实不是你不会爱了，是你越来越清楚自己要什么，越来越不肯将就了。这不是坏事，这是你成长的证明。当你越来越通透，你就越不会随随便便开始一段关系，也越不会随随便便结束一段关系。你谈的每一次恋爱都会更认真，也更靠近真正的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差不多就聊到这里。其实讲这么多，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，
永远不要因为自己觉醒的晚，就觉得自己输了。人生这条路真的很长很长，前面走得快一点慢一点，真的没那么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最后有没有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有没有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迷茫，还在孤独，还在觉得自己落后，请你一定不要着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给那个正在慢慢成长的自己一点耐心。你正在走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这条路或许难走，或许孤独，可是路的终点是真正的通透与自由。如果这支影片有说中你的心事，麻烦帮我点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后续更多的心理学内容。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故事。你是不是也是那个觉醒比较晚的人？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阶段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的心理学解析，一定要去看我频道里的其他影片，像是为什么人越觉醒越难坠入爱河，还有停止把迷恋当成爱情，可以帮你更清楚自己在感情里的状态，还有独处久了的人为什么反而更让人心动，以及为什么你一被冷落就会特别难受，会让你更了解自己的内在模式，还有如何真正告别一段关系，还有一个很冷淡的人为什么唯独对你变得主动，都是大家很喜欢的内容。相信你看完一定会有收获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。